这就是实用器了。那么当然回到这个就是甲骨文里头好多的字，你比方说我们说的这个字，这个是妾身，就是这个女子啊，这个说，比方说小小伙妾身，这个是上面是个发簪子。那么和这个呢是什么呢？这个字很有名，就是一个女一个开，叫言。言这个字上面有两个簪子，看到没有？这上面不是两个簪子吗？你看，我们这把这叫钉头簪的，像钉子一样。这个人的头上插两个簪子，就表示好看。所以一个女字加个开，这个女是表示女性，而这个开是四只簪子。就你把它想象成四只簪子，它就画簪子，簪子多就好看。所以我经常跟人开玩笑，我说簪子就如同就是商朝的簪子，就如同今天女性的面膜，它越多越好，对不对？那么这个就是这个字，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起来玉簪子、玉梳子那是实用器，这个不会有问题吧？对吧？这实用器。还有一种实用器呢，就这种玉管。因为我刚才给大家看了一个玉管，各种各样玉管还记得吧？我放了一张图，我说好多玉管，不是说所有玉管只有一个解释，玉管有特别大的区别。比方说这种管呢，大概是孔径它比较大，壁很薄，孔径7个厘米。我不知道这个，因为我们男人是理发的嘛，现在。那古代男女他都蓄发嘛，你比方说像这个女性，你们一辈子可能除了小时候剪头，后来就不剪了，那你的发量当然有区别，但是你的就是正常的成年人的发量，你把它稍微梳一梳，塞到一个7个厘米的玉器里头，是能塞进去的。所以这种大孔薄壁的这种玉管是束发用的。所以我们再回到刚才这张，你看这是我还原的一个商朝的一个王子，当然我想象它是王子，这是随便还原的。他头上会有一个束发的那个管，那个头顶上那个发簪子下边那个东西，他不就看这个的吗？这是实用器，对吧？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实用器。这实用器，因为为什么我们能证明它是束发的呢？因为在我们刮木的时候啊，这种管啊会比较多的集中在头部，就跟刚才的发簪子是一样的。那么当然了，它这个有些时候呢，它会把，比方这是个骨头的啊，它会把骨簪子跟玉配合着使用。你比方这个，它拿一个绿松石做一个帽套在那个骨簪子上，插在头上，它也好看。因为绿色很好看，绿松石特别好看，它也算其中一个啊，也算其中一个。当然还有一种呢，就是这种管啊，一种大管是那个束发的嘛，那么还有一种管呢，就是仰腰心管，像这种管啊，就是你看这仰腰心管有2种，一种是短的，一种是长的，长的，大家可以猜猜干嘛用的？因为商朝的人没有皮带嘛，还没有带钩，所以他就用那个绳啊来系腰带、系裤带。所以那个绳如果他系的时候，他绳头容易掉嘛，所以他就做成一头大一头小的这样的管，要卡住它，打个结，它就不滑出来了。我们考古发掘的时候呢，经常发现这种管啊。比较短的仰腰心管，就是所谓仰腰心，就是中间小，2头大，一头特别大。这种管呢，往往在哪发现呢？你猜猜，在这个骨头的头部，这很可能是就是束发的时候，它用一头就行，它绑头发的。那么这种呢，就是这种一对一对的呢，很多的情况下它是在腰部，这后面是腰带。当然了，还有别的用途，因为我们在西周的时候发现了这种仰腰心管，它也用来做玉组佩，
等一下我讲到一组配，有些我再用别的。那么还有这种管长管是一个这种是为什么？这种是跟理气在一起。刚才你还记得吧？我不知道那个木藏里的柱子跟理气在一起，所以它这种是把它变成就是编成这种一节一节连起来，很长一节双到身上的，就好比说袁世凯大总统当总统的时候要披一个大的这个彩带，特别长那种一样的啊，束带嘛一样的，它这个很长，所以就是个礼器。当然还有一种就是吊坠在身上的吊坠，那么这种是腰带。另外有一种呢，就是这种珠子，因为我比较确信这种珠子，这是脖子上的，这种珠子的特点是什么呢？它中间鼓起来，两边小，中间鼓。所以你看，同样是管，